很多人只要聽到內視鏡就覺得它是一個先進的科技，就覺得它一定會非常的酷，非常有效。但事實上，內視鏡用在臉上呢，是1991年開始的。1991年距離現在有多久？你看看，已經30多年了哈，已經非常久了。好，事實上，內視鏡不是一個新的科技。所謂的內視鏡呢，就是借由一個小的傷口，然後伸進去我們的組織裡面，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內視鏡用在拉皮上面，其實到現在我們還在使用。可是重點不是真的用內視鏡這件事情，重點是你在用內視鏡在看裡面的时候，我们在做手術拉皮的时候，你用什麼東西固定？我再強調一次哦，內視鏡是一個用來讓我們看得比較清楚的器械，叫內視鏡。就好像我們用顯微鏡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那內視鏡呢是另外一種可以伸到組織裡面去看的器械，本身並沒有拉提的功能。所以我們要弄清楚，你今天做的療程叫內視鏡什麼拉皮，什麼意思？如果你今天用的是內視鏡五爪拉皮，那代表你今天在用內视鏡手術的时候，是利用五爪這個器械來做拉提跟固定，或者是你用所謂的7爪、8爪，這些都是用來固定的東西。那內視鏡是用來看窺視裡面組織的東西，所以千萬不要以為內視鏡就一定是新的方法，因為市面上我們会看到有很多的診所或是醫師，他用的其實是舊的內視鏡拉皮方法。那舊的內視鏡的拉皮方法，其實它有非常多的問題，它可能效果不是很理想，甚至它会導致我們臉型一些很討厭的併發症。今天我就是要來介紹內視鏡，如果我們用中下臉的時候，如果你用的還是傳統的7爪、8爪這些固定的方式，那做完可能效果很差，可能是浪費錢的。為什麼？我們來接着看。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結構力學來設計，安全優先是原則。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我們今天選的這些圖呢，大家可以在 Google 上面打內視鏡拉皮，它會放在網站上宣傳，代表一定是他的得意之作嘛。連這個得意之作這樣子的方式在做中臉下臉，對於華人、亞洲人、對於東方人是不能接受的。現在看這個圖，他用內視鏡做中臉的拉皮。第一個問題，你可以看到拉完以後，你覺得它的法令紋改善程度怎麼樣？這個對我們而言在做3層拉皮，如果做完你的法令紋還是這樣，不用你講，我都想要重開了。為什麼？你看到它的提升這個蘋果肌效果很明顯。那為什麼會這樣呢？你知道我們全臉都是分3層，可是額頭很多，所以你用內視鏡去做內視鏡拉皮，一般基本上呢，它只做1層。額頭因為這量很薄，你做1層大部分力量是夠的。你的蘋果肌、你的中臉或者是你的下臉，這2個地方是比較厚，不管是皮下脂肪這個淺層，或者是筋膜，或者是它深層脂肪面，它都比較厚。你只有做其中1層，效果是不夠。想想看你今天一個建築物，這3層的組織蓋在我們的這個骨頭上，就像是一個房子蓋在一個斜坡上，這是骨頭的骨面。我們的房子蓋在上面，如果這個房子是矮矮的，你就往上移抬。如果這個房子厚，它已經傾倒了，你把它整個往上拉，你只拉其中1層，它剩下的層次還是傾斜，就會像這樣。它這個已經是術後拉完的中臉了，它的下臉效果不是很夠。我們來看這個圖這個一樣是做完中臉的內視鏡拉皮，它的觀念就是說，我把內視鏡這樣提上去。可是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這一塊，它這一塊下垂的蘋果肌，它房子已經傾斜，它整個皮上你只做1層，效果不夠。中臉內視鏡拉皮還有一個我覺得是最討厭的地方，你如果效果不夠，那也就算了。剛剛我們在這個影片裡面講的那一種內視鏡，就是所謂傳統的內視鏡的8爪拉提。其實我這裡先講一下所以你有時候看到怎樣，張醫師怎麼有5爪、有8爪、有7爪？坦白說，有幾個爪，其實有的時候是廠牌的不同。就像玻尿酸有這個厂牌，有那個廠牌。那個所謂有幾個爪，它是利用像釘子一樣的東西。你有去釘過牆壁嗎？牆壁上面是不是有一種圓形的這個釘子？然後上面有5個釘，你咚咚咚，一端釘在骨頭上面，一端就可以用來掛東西。5爪、7爪、8爪就是類似這個樣子。像這種方法從上面伸下來，我們看你現在影片當中這個動畫，就是它的做法就會像我剛剛講的一樣。這一種做法，因為它只能做1層，所以它是把整個已經傾斜的房屋，把它整層往上拉，而沒有辦法像我們現在比較先進的方式，一層一層的復位。那這一種利用這種爪鈎，就像我剛剛講的，不管它幾個爪，因為不同廠牌不一樣，
利用這種爪鈎把它整塊往上勾上去的這種方式，它只是把一個傾斜的房屋移到上面一點的位置，結果這個房屋還是傾斜的。所以这種內視鏡插爪，因為我剛剛說了，有可能5爪，有可能8爪，反正就是型號跟廠牌的不同。利用內視鏡插爪拉皮做中下臉，它的效果就會非常的差。除了這個之外，內視鏡插爪拉，它因為是把整棟房屋把它往上固定，它不是做一層一層的復位，那這整個已經傾斜的房屋往上固定，還會造成你的臉變寬，在你的中臉會讓你的颧骨看起來變大，在你的下臉會讓你的側臉看起來變寬。你要給大家看另外一個側面，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在西方人或許不覺得怎麼樣，東方人很討厭颧骨變大。遇到有客人，他中臉做完這樣的一個內視鏡他傷口藏在頭髮裡面，很多人聽到傷口藏在頭髮裡面就很開心哦。他做完以後，哇，颧骨這樣，很多人都想要削颧骨，不敢削的，做完颧骨更大，那不是可以。那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內視鏡它原理就是做一層，是從五墨這一層進去，像鏟子一樣，它用一個有钩的，就是我们有人说的八爪去勾住底下，把它整往上拉，整个故意在颧骨。我觉得做完内视鏡中臉拉皮，沒有這樣子算。如果你颧骨變大，那真的很難處理。那我再跟他說，等個4-5年，會比較好。它一旦鏟上去了，就粘着在那裡，你要把它推下去也推不下去，而且裡面的這個鈎子，如果都可以把它鬆掉，那鈎子它會融化，它過了幾個月就慢慢融化，你也拿不出來。我非常的不喜歡做內視鏡中臉拉皮，一旦變成這個樣子。好，那我們再看下，很多人說啊，八爪很好啊，八爪我們從耳後傷口從這個地方去拉一樣哦，它還是有一些邊的問題。這個做完你能接受嗎？它的嘴邊肉還一直在。那你如果今天只有做一層，也是這個眼型嘴邊肉，那效果一定是不 OK。而且這樣的內視鏡拉皮，耳後在後面，你從耳後拉，它對於你前面的效果也是很有限，所以它維持時間也是很短。不是那麼的理想。你看它中下臉用內視鏡去拉，看起來會比較年輕，有啊。你看啊，這一塊差異不大，所以我覺得像下半臉做內視鏡拉皮，它的效果跟那種剪皮的效果就很類似，就是有一些改善，恐怕不是，因為我們的中臉跟下臉就是一直做一層的。所以我們知道內視鏡拉中下臉，如果用插爪拉皮的方式，可能會造成你的顴骨變寬，臉變寬，還會有一個問題。這些所謂的內視鏡插爪拉皮呢，因為它是用一個爪子、爪鈎一樣的東西伸進去，那會做一個像隧道一樣，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整片分離，所以會導致你的臉做完很容易會有一些奇怪的新的溝紋產生。什麼意思呢？我們來看一下影片。而且為什麼我不喜歡做下半臉的內視鏡拉皮？你知道下半臉內視鏡拉皮怎麼做嗎？它就是在耳後這個地方用一個傷口，大概這麼長的傷口，往前像一個隧道一樣，再伸進去放一個八爪鈎，把它勾住之後，把它往後這樣子拉，那它可能會有，因為它是一個隧道，它不是像傳統這樣是全面的拉上去，所以它做完然後一個凹溝，你像這個隧道一直拉，它就很容易再凹下去，有時候就顯得不是很自然。這是另外一個我不喜歡做下半臉內視鏡拉皮的另外一個原因。那我另外最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大家有的時候覺得，他看照片哦，看人家說的照片好像有變年輕，可是這裡面有兩個貓膩，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首先，大家要注意就是說，他看起來好像拉提有拉上去，可是你仔細看，其實他嘴邊肉還是在，法令紋還是在。他怎麼去掩飾它？他把下巴延長。那真正做得好的是下巴，不是拉的。另外一個貓膩是什麼？我常常看到很多人看起來，看照片好像有變年輕，可是事實上這是因為他有割眼袋。那你仔細看那個照片，他的嘴邊肉法令紋還是在。所以一個真正的成功的拉皮手術，我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的嘴邊肉跟把你的法令紋不是借由說好像我們去做其他地方來做一個這樣的演示，這是我們最後提醒大家的，我們要怎麼去判斷真正有效的一個拉皮手術。所以看完這一集以後，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這個行業真的有很多人在玩文字遊戲。你看到內視鏡，你就以為它是新的技術哦，不是，內視鏡已經發明到現在30幾年了。第二件事情，內視鏡本身沒有任何拉提的功能，內視鏡只是一個用來窺視，用來你手術當中協助你看得比較清楚的一個方法。重點呢，你效果好不好，還得看你怎麼固定。如果你今天用的是傳統的內視鏡，傳統的內視鏡指的就是只做
做一層的。你今天用傳統內視鏡，你用的是插爪去勾，它只是做一個隧道，那做出来它的上提效果并不全面，而且因为它是用勾提的方式，它把这個整個組織堆在你的側邊一點地方，會讓你顴骨變大，不會讓你的臉頰變大。而且用內視鏡插爪這種比較舊的方式去做，它只是把一整個傾斜的房子往上移而已，它沒有真的一層一層復位，做出來效果其實都是不理想。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看到內視鏡幾個字就覺得它一定是最新的方法，不是哦。內視鏡有沒有新的方式可以做？有的，比如說我們在講額頭，我們做新式的內視鏡耳拉，它一定就比傳統的內視鏡五爪拉提效果要好很多，恢復也快。那我們同樣在做中下臉，如果要追求小傷口的内視鏡那種無痕的筋膜拉提，它也一定會比傳統的內視鏡五爪拉提效果要好。今天給大家看一件事情，大家千萬不要浪費錢做沒有效的事，浪費錢做一個已經很多年快要被淘汰的技術。看我們的影片就可以讓你避免浪費錢，因為沒效才是最貴。想做要找專業哦。如果各位有什麼專業的問題，也歡迎可以到這個來跟我們聯絡，來私訊我們，來了解，來評估你自己的狀況啊。如果你覺得我們影片有用，也可以把影片傳給你的朋友看。那你再跟我們的小編講說，幫我們宣傳我們的影片，我們就會給你我們的電子書，讓你的求美路上呢會有更進一步的保障。那今天節目就到這裡嘍，拜拜。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